记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骗局？辞职去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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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职去旅行。看到他们的帖子，难免心里痒痒的。在互联网公司的牢笼多年后， Once we have produced a live stream, 我也疲惫了。虽然一事无成，但还是想给自己一个30岁礼物。于是我辞职了，带着我为数不多的财产，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就是去旅行了。我去了北海道，关系万博，还有机会去台湾观光，将前往我们的出发点，顺便拿了个奖。但我觉得还不够，我想做点更疯狂的。我拿到一本书，他说世界上最长的铁路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欧洲的莫斯科坐到远东，一共要坐7天7夜。作为产品经理，最擅长当然是讲需求。既然欧洲都来了，要不再狠一点，直接去最远的地方。再狠一点，别坐飞机。线路就这样制定好了，我将从上海出发，搭乘飞机一直飞到大陆的最西边，也就是葡萄牙，然后跨过伊比利亚半岛，沿着蔚蓝海岸一路北上，穿过阿尔卑斯山，来到波德平原，以后再沿着波罗的海之路一路来到欧洲的东北角，再由爱沙尼亚陆路进入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在那里前往莫斯科，也就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起点。那就看到我们一直坐火车，一直坐回到了亚洲，来到了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的所在地，然后再搭乘火车前往蒙古，跨越蒙古高原以后回到中国，再回到上海。好了，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行程，一共25000米。事不宜迟，出发。浦东，我现在是在浦东的这个，现在是在浦东，然后我现在要在浦东，我操，好吵的这个，听着很酷，但他真的一个人可以吗？博主们据说都是有团队的，而他真的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玩真的可以玩好吗？机票改期，预定拖延，买不到火车票，出发前1个小时还在叫外卖，去到机场依然一脸懵逼。不过人生哪有那么多想清楚再做的事情啊，都是缝缝补补，边走边看。一路上有点难受，有点没有准备好。就像这支影片，虽然它不够完美，不够精彩，但起码故事已经开始讲述了，不是吗？去登机了，吹了很久，这个亚欧大陆行终于要实现了。虽然就是出发的有点突然，然后也可能没有准备好，但就是已经开始了，好像也就没有得回头了。所以就是来都来了就继续让它发生吧。登机了。到这个米兰呢，我现在去拿行李，飞了11个小时，人都坐麻了。我现在在米兰，然后顺利入境了。我现在呢就在这里取行李，这里我现在要上演一下幸福终点站。幸福终点站呢也叫航站奇缘。故事里的主人公呢，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在航站楼里面生活。故事非常精彩，推荐给大家。
在早上10点半，然后我的航班是下午的5点半。中间这段时间呢，如果去市区，然后我带这个大行李呢就很尴尬。如果是我要去周边玩呢，然后就是时间也很短，所以我就决定干脆就在机场这里待着就好了。那众所周知的话，意大利这个治安就是小偷小摸的东西特别多，然后我觉得就在机场这里就比较安全一点。到达口应该他不敢偷什么东西吧，反正就是人在囧途吧。各干各的，问题不大。2,000 years later。我从早上10点半左右坐到现在下午的2点半，然后应该是坐了4个小时，10到14，然后现在终于要离开这个幸福终点站，带上我的行李去那边 check in。其实也不是罚坐，我刚把那个波罗的海那些火车啊、住宿都给订了，那就出发。外面好热啊！现在在坐这个公交，然后从1号航站楼去2号航站楼。EasyJet 这边，现在是3点半，然后我的飞机是6点起飞，然后买一个这个休息室，然后的话就可以去待到5点半，然后正好就起飞了。这样子就可以使用了，然后我们来试一下。Sorry, boarding pass open. Okay, thank you. 这些基本上就是小小的东西，但是填填肚子也还可以，喝多点水先。Launch 有电充。Later。刚搞太嗨了，忘了看那个登机信息，然后一抬头，然后他已经说好像是在 now boarding 了，已经再赶紧跑过去。超级热闹，这个 EasyJet 的大本营。刚刚那边有一个被要求把箱子放进去，然后他放进去以后，全部人都在欢呼，我也欢呼，我简直是为这个设计刚刚好。哇，好帅！早上飞了1万公里，现在在飞几百公里，在前面登机。Mantenha o cinto de segurança apertado até que o sinal do cinto de segurança se... 现在到这个葡萄牙了，晚上的8点钟，国内已经是3点了。我都不知道是昨天前天的晚上9点钟开始坐，然后现在坐到这边也是快要9点，坐了超级多个小时，然后现在终于来到了取行李，然后去青旅。我刚刚在青旅的时候就真的迷迷糊糊，一直在想着等一下去到青旅怎么快点洗澡，然后睡觉，感觉整个人都脏脏的。震惊朋友们！我刚看到一个 Bolt 的一个广告，然后领了一个优惠券以后，现在打车我要去这个地方，你猜多少钱？天哪，这不是比上海打车还便宜？这个才多少钱？这个才多少钱？好热闹的！这边这个 Uber 跟这个 Bolt 竞争好激烈。刚叫了一个车 ，Give me a few minutes because it's a long queue to pick up。这一个 24 hours. 24 hours, yeah. That's a long way. A long way, yeah. Yeah. Before it was a long queue till at the end. That's not easy. Yeah, that's why everybody has to wait in the queue. Yeah.
简单跟司机寒暄后，我没有选择继续跟他搭话了，因为我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件事情。上一次住青旅还要追溯到10年前，当时我还在念大学。我隐约记得青旅有很多规矩跟礼仪。10年之后的今天再次入住，非常担心没有做好而闹了笑话。总之非常紧张啊。Tomorrow. 事实证明多虑了，青旅很好，床很舒服，厕所很整洁，舍友也不错，没有打呼，甚至还给我介绍了今天的美丽搭子。诶，这个等一下再说。Later. 提到里斯本，除了著名的葡挞，然后就是小黄车了。这辆黄色的小电车从20世纪开始就在城市里面穿行，每天都载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里应该是一个很出名的景点，然后好多人在这边拍照。天哪，4.2欧一次，好贵啊，4.2欧。Hi, can I pay by card? Okay, thank you. 毕竟每位旅客都想亲自在木质车厢内感受摇晃，听铃铛清脆的声音，恍惚间回到100年前的里斯本。然后右边那个是风之好一些。之所以有这些缆车，是因为里斯本特别陡，感受一下这个坡度，哇，超级陡的一个斜坡。哦，太酷了吧，这个斜坡也。里斯本是一座建在7座山丘上的城市。走在这里，你会发现，方向除了前后左右，还包括上下。那既然有向上这个选择，想要看到好看的风景，就是要一直爬。这个好像那个巴黎那个蒙马特。在巷子里不用担心迷路，只要顺着方向一直往上走。如果上来这边不要往那边去的话，就往高处去哦。直到你在巷子里走到怀疑人生的时候，接下来迎接你的风景将会是这样的。米拉多诺在葡萄牙语是观景台的意思。在里斯本，你可以放弃任何一个景点的打卡，但请千万一定要去米拉多诺发呆。尤其是在天气好的傍晚。说到里斯本，怎么能没有海呢？这边有人在搞这个大沙雕。哇，这个是沙子直接做成的。哇哦，好有意思。里斯本南边的这片海域非常繁忙，每天都有无数的船在此航行。但如果你想搭乘观光船，就需要注意了。我们看到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船，然后好像很好玩的样子。等下，细心的朋友应该留意到了它，想要看到好看的风景，那就介绍一下吧。然后这个是我在青旅认识的朋友，怎么称呼？报网名。他叫小军，是我在青旅的上铺，一名来自台湾的大学生。今天我们相约一起探索里斯本，有了他的加入，有一个船，故事变得有趣了很好玩的样子，然后所以决定去买票去试一下。啊 ，ticket office， 购票哦，5分钟哎，还有5分，给你1张票，给你1张票，全给你。哇，然后就是这个。这个应该是属于小红书攻略不会提及的，然后现在我们过去那边可以把这个关键词我们给独占掉。哎，开门了，大家过去。太酷了吧！等一下我要查小红书 Barrio 有没有人去。这里提到的 Barrio 是里斯本对岸的城市，由于和老城区隔海相望，因此房租便宜不少。许多来自葡萄牙曾经殖民地的移民都会选择居住在这里。好啦，我想象中的那种，对，有点不是想象中，就感觉只是过去，我真的要避雷了。这条船并不是观光船，而是居民们的通勤航线。可能对我们来说，风景还算不错，但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生活一部分。Excuse me, sir. If we are going back to Lisbon, yes, but this boat is stopped now. Okay. You have to go out and Okay. come back to another boat.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你不要再出伤主意。真的踩雷了，朋友们。然后以为去到一个很小众的地方，小众是没错，但有点太小众了，就是有点属于去到人家那个乡村的感觉。Amorino Gelato， 在这个 Gelato 店，不知道哪个最畅销，看它哪个被挖的特别多。哦，好像那边那个挖的最多。找到就 mix 一个。这个是刚出炉3分钟左右，然后已经融化成这个样子。吃的很不优雅。好吃是好吃，但有点太狼狈了。Amorino Gelato， 半壁雷。真的，你不要忘记。也许你可以观察到，对比早前，现在的我活跃了不少。这个叔叔把这个奶奶画的好这不是那个奶奶是销售的技巧。小军的加入，除了让我能够吃上拼好饭，这个海鲜饭跟中午的又不太一样，这个好像粥，然后这个是鳕鱼，也减轻了我刚起步时候的孤独感，逐渐开始进入旅行的状态。它是酱吗？酱啊 ，Blueberry Jam。如果他看到这里，感谢他。明天我将前往罗卡角，也是本次旅行的起点。这边就是罗卡角了，那个碑就是著名的亚欧大陆最西端的一个碑，路止于此，海始于此，前面就是大西洋。那我将从这里不坐飞机，然后一直走陆路回到上海。这是我30岁之前一个很疯狂的一个计划，加油！下一集我将前往波尔图，在那里我看到了人生日落，也遭遇了惊险时刻。What the fuck? Did you see that? 学当地人一样扎进水里，感受夏天。也住进了人生民宿。
感兴趣的话，记得关注哦。今天这个影片有点潦草，就像我这趟没有准备好的行程一样。但万事开头难，只要肯开头。人生哪有那么多准备周全的事情？大多数时候都是边走边看。阻碍我们行动的，也许不是未知的困难，而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气。那就已经开始了，好像也就没有得回头了。来都来了，就继续等它发生吧。所以呢，想到好玩的就去做吧，别怕不够完美，别怕不够精彩，起码故事已经开始讲述了。哦，对了，我的经历还告诉大家，不要轻易吹牛。当初口嗨，现在是真的要一步一步来实践它，很激动。